第一次去男朋友家，未来婆婆亲手给我戴上祖传翡翠镯，据说价值100万。我满心感动，却被好友告知，祖传镯是假翡翠，真玻璃，10块一个都嫌贵。我气冲冲找男友告状，认定是婆婆故意坑我。男友一脸为难，送我10克重的纯金手链，希望我息事宁人，维持家庭和睦。我委屈应了，可转头却听见男友给公公打电话：“爸，你说的对，女人就是好骗，难怪我妈被你骗了30年，真的是假货吗？”我再三和闺蜜确认，这可是我未来婆婆亲手给我戴上的翡翠镯，是他们家祖传的。闺蜜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你甚至都不用拿给我看，我光看照片的反射，就知道这就是拿玻璃冒充的翡翠。现在的翡翠市场上，这种玻璃镯太多了，你要不要去问问你婆婆是不是被人给骗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心中一团乱麻。闺蜜是学珠宝的行家，我十分相信她的鉴定能力。可那天，未来婆婆信誓旦旦称这是祖传手镯的模样，做不得假。男朋友和公公都是认可的，难道是未来婆婆故意拿假的坑我，给我这个未来儿媳妇一个下马威？一瞬间，无数婆婆刁难未过门儿媳妇，想让她为自己儿子和自己家做牛做马的小说和短剧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不会吧，现在轮到我了！我立马去找了男友来同，把闺蜜给我的鉴定证据摆在她面前，想跟她要个说法。我并不是说多么想要这只手镯，只是阿姨说这是祖传的，也愿意认下我这个儿媳妇。但是婷婷说这镯子是假的，难道阿姨也被骗了吗？我十分诚恳地向来彤解释，我并不是那种利益熏心的人。来彤脸色却有点奇怪，连忙拉住我的手：“燕燕，这事儿你先别急，我感觉咱妈可能是被骗了。这镯子我从小就见我妈戴着，根本不可能是咱妈特地去买一个诓你。我敢打包票。再说了，前2天带你回家，你觉得咱妈对你的喜欢是假的吗？”我回想起那天，我刚踏进男友的家门，阿姨就迫不及待迎了出来，挤开我身边的彤彤，牵着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立马认下了我这个儿媳妇。我以为就彤彤这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葫芦性子，这辈子都找不到儿媳妇带回家了呢。我呀，看人就看眼缘，一眼就知道你和我有缘。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没能生个女儿，现在我有儿媳妇了，多高兴啊！她说的信誓旦旦，以后会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宠。除了那祖传的翡翠镯，甚至悄悄在我包里塞了一个大红包，我还是离开后才发现的。拿出来鼓鼓囊囊的一包，10001，取的就是万里挑一的好寓意。这样温婉和善的女性，真的会在暗地里用假镯子下套坑我，就为了给我一个下马威吗？我有点迷茫了。来彤拿走了镯子，说他去处理，过2天会给我一个消息。我只能点头。我没想到镯子被拿走了，来彤却反手补偿，给我一条10克重的金手链，还特意把购买发票和鉴定证书都给了我，999纯金的。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茶几上丝绒盒子里静静躺着的手链，有些惶恐。这是阿姨给的。来彤脸色却有些紧张，牵住我的手，把我往他身边拉了拉，低声道：“这是我偷偷补偿给你的。我知道你发现那镯子是假的后心里不好受，拿走后也去了机构鉴定，发现确实是假的。但是那镯子毕竟有些年头了，一直留在我们来家当传家宝。当初是谁卖给我们家的，也没办法追究了。我妈对你也是一片好心，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来童说，他不敢让阿姨知道，怕她伤心，这才自己钱包大出血，给我买了一条价值1万的金手链。我看着盒子里闪亮亮的金手链，心头一软，连忙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阿姨也是受害者，我怎么会去怪阿姨呢？这手链你拿回去吧，不需要你补。我和来童在一起，也不是为了这些身外之物。想到他这么体贴，两边安抚，我就无比庆幸自己怎么交到了这么好的男朋友。”抱住他的脖子就亲了一口。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但是来童坚持要求我收下这条金手链，并且和我说不用太在意这些东西的价值，毕竟我们家有疼媳妇给媳妇花钱的传统，这就算我提前送给你的彩礼了，早拿晚拿都一样，反正都是你的。我被来童哄得晕头转向，满怀欣喜地收下了这条金手链，珍重地放在了床头柜的抽屉里，又开始跟来童讨论1个月后订婚宴的事情。来童十分宠溺地看着我，只是在一旁听着我说，让我安排就可以，他愿意配合我的一切，误会解决了。下一个休息日时，闺蜜婷婷准备约我出去逛逛街，我起来梳洗打扮，拉开床头柜就看见那个丝绒盒子。我平时上班都不会戴这条手链，一是因为价值太高了，怕出现意外；二是这是来童的一片心意，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把它当成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但今天和婷婷出去玩，戴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婷婷对来童一直有些偏见，总觉得来童对我不怀好意。我今天就戴上这条金手链，让他看看来童对我的真心，打消他心中的顾虑。我赶到餐厅的时候，婷婷已经入座在看菜单了。她是和我同级的舍友，那年珠宝系恰好多出了一个人，她就被分到了我们寝室。婷婷家中富裕，珠宝设计也是她从小耳濡目染养成的爱好，但她却没有大小姐的架子，平时什么话题都能聊得来。有时候我遇到什么麻烦，他也会帮我出主意，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朋友，所以我不想因为来童让他心存芥蒂。我笑着走过去，放下包，拿出手机时，特意将手链在他面前一晃，果然吸引住了他的视线。我笑着开口：“好看吧？多亏了婷婷，上次帮我鉴定出了那镯子是假的。作为补偿，来童他给我买了一条新的纯金手链，要1万多呢。”婷婷，我疑惑地看着轻轻抓住我手腕的婷婷，她一眨不眨地看向我的手链，脸上全是凝重。虽然不是很确定，但是燕燕，你这条手链用金可能不纯。我傻了，未来婆婆送的祖传手镯是假的，男朋友送的纯金手链也是假的，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怎么可能呢？我不懂珠宝首饰，分辨不出真假。男友的温柔体贴和闺蜜冷酷无情的鉴定话语撕扯着我的内心，我下意识把手抽了回来，勉强露出一个笑。婷婷，这条手链有发票和证书，怎么可能作假呢？为了打消她的疑虑，我连忙从包里拿出了这2样证物，一股脑放在婷婷面前。你看，这上面的购买凭证和价格，做不了价吧？看着发票，婷婷也有点不确定了。她抓着我的手仔细看，嘴里还嘀咕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学术名词。或许是我的脸色太过苍白，婷婷这才后知后觉，沉吟了一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吧，这个商场里有家黄金店是我朋友开的，既然你我都不放心，那就交给行家来鉴定。我点点头应了。一顿饭吃得我食不知味，婷婷像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开心，一直试图逗我开心。可男朋友和未来婆婆疑似接二连三送我假首饰，我真的开心不起来。走到黄金店门口，
我还是有点忐忑，不知道是担心这手链是纯金的，伤了婷婷的面子，还是担心这手链不是纯金的，证实来同骗了我。黄金店检验黄金肯定需要熔断，这样吧，无论这条手链是不是真的，我都照价赔偿你一条，这样在你男朋友那边你也能解释得过去。婷婷以为我是在顾虑破坏了手链后要怎么跟来同解释，好心出声道：“1万块钱对于婷婷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她是真的一心为我好。”我勉强笑笑，拒绝了她的好意，只是把手链交给了黄金店的员工，让他们进行检测。没过一会，员工就神色凝重地出来了，我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很遗憾，这条手链是金包银，并不是发票上写的999纯金。来同送我的手链也是假的。这个消息宛若晴天霹雳，把我炸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屁股跌倒在黄金店的高脚凳上。是假的，可是发票和鉴定证书都在这里呀！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把东西交给了员工。他拿起来仔细看了很久，对我说：“发票和证书都是真的，但是这些证书上面所写的东西跟这条手链对不上，这是什么情况？发票和证书明明是放在盒子里一起给我的呀，难道……”旁边站着的婷婷忽地发出一声嗤笑，她不会买了真的，又买了假的，然后把真手链的证书和假手链一起给你吧？婷婷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可来同家里也算富裕，玩这样不入流的手段，又图什么？当然是图你死心塌地，图你的所有，只给一点假首饰，就能让你从此感动不已。婚后给他做牛做马。婷婷上来抱了抱我，掏出几张纸巾给我擦眼泪。我当初不愿意你和来同在一起，就是因为他的假模假样。我提醒了你那么多次，偏偏你就是看不见他的贪婪和不怀好意。你们还没订婚，及时止损还来得及。就连黄金店的员工都劝我，把金包银手链包装成999纯金的男人非蠢即坏，趁着还没结婚赶紧分手。婷婷为了哄我开心，更是直接把我拉到柜台前，指着上面的手链让我随便挑。我破涕为笑，婉拒了婷婷的好意，让员工把微微熔断的手链修补好，就准备离开回家。分手肯定是要分的，但我心中的疑惑一直没有解开，把假首饰当真的送给我的，到底是来同本人的意思，还是婆婆的意思，亦或者是他们全家人的意思？我想搞清楚背后的真相。婷婷见我缓过来了，连忙掏出手机说打车送我回去，这车还没打上呢。我突然被人从背后叫住：“是燕燕吗？”我转过头，看见未来婆婆那张熟悉的温婉脸庞。她走过来，确认是我后，满脸惊喜：“真的是燕燕！我刚才还想让彤彤联系你，能不能把你再带到家里来？这不是快要订婚了？上次的翡翠镯你还喜欢吗？再跟阿姨回去挑挑喜欢的，到时候订婚宴上一起送过去，就当做是你的彩礼。”婷婷一个箭步上来，隔开了我和未来婆婆，扬起公式化的笑脸：“不好意思啊，阿姨，我职业病犯了，一听到首饰就坐不住。您想给燕燕的首饰是跟上次翡翠镯一样类型的吗？”未来婆婆没有介意婷婷的冒犯，她见到年轻漂亮的姑娘就喜欢，听到婷婷还是会珠宝鉴定的，立刻笑弯了眉眼：“对呀，那些都是我藏了很久的好东西，这不是燕燕快要跟彤彤订婚了，我就想多送点给她，毕竟燕燕这孩子，我第一眼就喜欢。”婷婷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藏了很久的好东西啊，那都不知道还是不适合燕燕呢。那镯子看着就老气，和燕燕一点都不配呢。”看着火力全开的婷婷，
我一时间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婷婷这是和我一样，都怀疑是未来婆婆暗地里搞鬼，故意指桑骂槐，给我出气呢。我心里感动极了，连眼眶都红了几分。只是，这毕竟是商场门口，要是未来婆婆真和婷婷闹起来，场面怕是不好看。婷婷，你别……我正准备阻止婷婷，未来婆婆却抢先开口了：“你这孩子，我说那镯子你怎么不戴在手上？不适合你，你就跟阿姨说，这不刚好来了商场，直接给你现买。”未来婆婆眉头一皱，拉着我又重新进了商场，直奔首饰店。我和婷婷都傻眼了。未来婆婆特意挑了家大牌首饰店，里头各种黄金首饰、钻石珠宝琳琅满目。我故意选了好几款很贵的纯金手链，可未来婆婆却没有露出丝毫异样，甚至要我别只看手链，也看看项链和耳坠。我心中疑惑更甚，难道未来婆婆是打算在结账的时候再耍赖？左右也不是买不起。我决心一定要搞清婆婆的真面目，直接手链、项链、耳坠各选了一套。要是她真耍赖，我就自己买下来，就当投资了。可转过头，却发现未来婆婆在一旁看钻戒，还让柜员拿了好几款出来。我以为她是要自己试一试，结果却把我招呼过去：“燕燕，你过来看看，这戒指你喜不喜欢？”她牵过我的手，略微粗糙的手心很暖。结婚的戒指肯定要彤彤买给你，阿姨现在能做主给你买的，是你订婚宴上的戒指。等那天彤彤给你戴上这个戒指，你就真成了阿姨的准儿媳妇了。她有些怀念的抹撒着手上的戒指。我当年和彤彤他爸结婚的时候，他没什么钱，就买了一对素戒当了婚戒。虽然后面补偿给我很多戒指，但订婚和结婚的戒指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当这是阿姨的私心吧。她让我挑一款喜欢的，和方才的一套纯金首饰一起包了起来，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刷卡，一整套纯金首饰10万，一枚钻戒20万，滴一声直接刷走30万，这可是实打实的花钱啊！可是未来婆婆脸上没有出现一丝不满，反而很开心，挥手告别后，我感觉手里装着首饰的包重若千斤。燕燕，我觉得我婆婆不像坏人，之前那个玻璃手镯说不定真是个误会。婷婷咬了咬唇，那还有来童送你的假链子呢，要不我们先查查它。我犹豫再三，攥紧了手中的包，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天回家后，我和来童说了未来婆婆送我30万首饰的事。来童一脸惊诧，却也为我们婆媳关系的良好进展感到高兴。但同时，他也告诫我要把贵重物品都收好，还特地帮我买了个保险柜，看着我把东西放了进去。而我们的订婚典礼也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下去，只是我和未来婆婆的关系融洽了许多，时不时就会挑来童不在的日子，去他们家陪未来婆婆说说话。未来婆婆果然很喜欢我，总是带我去看她收藏的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来童父亲做生意发财后送给他的，每一样都有发票和鉴定证书。所有珠宝首饰加起来价值过1000万。我看见有喜欢的，就会拍下照片发给婷婷一起鉴赏。婆婆丝毫不在意，还说等我和来童结婚了，她就把这些首饰都转赠给我。当然，来童也会给我送新的首饰。他们老来家的人啊，最会疼媳妇了。悄悄跟你说呀，来童给你准备的礼物只多不少。未来婆婆摸着我的发，笑得温婉和煦。我只是笑笑，挽着她的手恭维了几句。时间过得飞快，很快来到了订婚宴那天。来童的意思是想要大办一下，被我制止了。
只是叫上一些关系亲近的亲戚朋友，在酒店里办了4桌宴席。我身着未来婆婆给我订的礼服，刚走进宴会场，就被金闪闪的布置和堆满舞台的礼物盒子闪瞎了眼睛。来童说，他们家有给媳妇买3金的习惯，以表对老婆的尊重。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价值100万的金银珠宝送给我，当成彩礼的一部分。身着西服的来童冲我单膝下跪，奉上未来婆婆给我买的钻戒。一向木讷的人嘴里却说起了山盟海誓，他的朋友们都瞪大了眼睛。我维持着脸上的微笑，低头看向他手上的钻戒。而此刻站在旁边的婷婷脸色异常难看。我懂她的意思，钻戒是假的，被调包了。来童牵着我的右手，就要把钻戒往我手上戴。我闭上了眼睛，流下了一滴泪。等一下！婷婷高声阻止，一把甩开了来童的手。虽然我不想打扰美好的求婚时刻，但出于友情，我不想让我的朋友被自己的未婚夫蒙骗。来童，你手上的钻戒哪儿买的？这就是个100-200的水钻戒指啊！宴会厅里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明白婷婷到底演的哪一出。来童站起身来，冲我发怒：燕燕，我知道你这闺蜜一向看不惯我，但今天是咱们2家的订婚宴，她这么闹不合适吧？来童一番话很巧妙地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并且把大家的关注重点从假钻戒偏移到了今天的订婚宴上。有些亲戚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就是，这是人家的订婚宴，一个朋友瞎扯什么钻戒是假的，这不找事儿吗？怕不是嫉妒自己朋友嫁入了豪门，有这么多的黄金当彩礼，嫉妒的吧？什么朋友会来破坏自己朋友的订婚宴？这时候，未来婆婆站了出来，脸色同样不好看。你是燕燕的朋友，那天我给燕燕买戒指的时候，你也在，你凭什么说这个戒指是假的？要是拿不出证据，哪怕让燕燕伤心，我也要请你出去。婷婷笑了笑，答应了下来。我是专业的珠宝鉴定师，自然拿得出证据。如果我说错了，你们当然可以把我赶出去。但是如果我能证明这枚钻戒是假的，我要求报警，告你们婚姻诈骗。婷婷从自己包里摸出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来童手上的钻戒，放在绒布上，又从自己包里拿出了一颗钻石原石，放在旁边。哪怕我没有珠宝鉴赏能力，也能轻易发现，在宴会厅如此闪耀的灯光下，相与钻石原石相比，那枚钻戒十分暗淡无光。旁边不少人也窃窃私语起来，戒指上的钻石怎么不闪呢？我给我女儿买过钻戒，那1克拉的钻戒就很闪了。你不懂，有些假钻石比真钻石还闪。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婷婷也不玩虚的，直接拿出一张白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道。这是最简单的鉴定钻石真假的办法，因为钻石高度的折射特性，透过钻石是无法看到钻石身后的物体的，反而是假的钻石水钻，能够清晰地看到后面的物体。婷婷举起那颗小小的钻戒，放在画线的前面，凑近了看就知道，通过那颗小小的钻石，映出了一道曲折的线。而通过婷婷拿出来的那颗钻石原石，能看到的只有那闪亮的内部切面。大家都惊了，难道这钻戒真的是假的？来童有些挂不住脸，上前一步道：我说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我妈都说了，这颗钻戒是高档首饰店买的，而且当时你也在现场，现在怎么就污蔑这钻石不是真的了呢？难道你要说商场里的高档首饰店卖假货吗？他们当然不可能卖假货，但是你可以动手脚啊！我已经忍无可忍，直接说出真相。
来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燕燕，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当初这钻戒是你拿回来的，我还给你买了保险柜保存，我怎么可能去动它？”我瞥了他一眼：“你真没动？”来同竖起3根手指：“我向天发誓，你放在保险柜里的珠宝首饰我一样都没动。”我冷笑一声，拿出了手机，点开了早已保存好的监控视频。视频里面显示，来同趁我上班的时候，鬼鬼祟祟地进入我的房间，十分熟练地输入保险柜的密码。女人就是傻，什么密码都是一样的。我这不就打开了？来同的声音十分清晰地传入所有人的耳朵里，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不敢想象我竟然在卧室里装了监控，视频还在继续播放。来同拿出了钻戒，包括那些黄金首饰，全都一一收好，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回了原位，甚至特意调整了位置，确认与我之前摆放的一模一样后，才关上了保险柜，偷梁换柱，换真成假，一切天衣无缝。我满脸失望地看着他：“来同，你为什么要换走阿姨买给我的钻戒？要不是婷婷告诉我，你送我的首饰都是假的，让我留个心眼，我可能永远发现不了真相。”我甩开来同的手，退回到爸妈身边，捏紧了拳头：“若你今天不能给我一个解释，这个婚也不需要定了。订婚戒指你都能说偷就偷，说换就换，你们这是骗婚，是婚姻诈骗。”说着，我就要打电话报警。来同一把扑过来，抢走我手上的手机，满脸慌乱：“不能报警？为什么不能报警？”来同眼珠子乱转，高声嚷嚷：“这么点事就报警？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再说了，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我就是怕你粗心大意把东西弄丢，帮你收起来而已。你急什么？”来同声称自己用假钻戒是为了防止被偷。订婚宴现场这么多人，未来婆婆买给我的首饰又那么贵，她留个心眼并不是坏事。婚礼现场上丢了钻戒是很常见的事情，隔三差五就会有类似的报道。她都是从网上学的，在婚礼现场上用假戒指代替真钻戒，将真钻戒保护起来，只是怕我不高兴，所以没有提前告诉我。等订婚宴过了，他就会把真的全还给我。来同给的理由很充分，在场的人基本都信了，连我爸妈都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过去。眼看着自己再次占了上风，来同又得意起来：“我和我爸送了这么多黄金当彩礼，我妈还拿了1半的首饰出来给你。唐燕，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未来公公也开口了：“我儿子只是小心谨慎了一些，真钻戒迟早会给他媳妇，可你却破坏了我儿子的订婚宴，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父，婷婷双手抱胸，脸色嘲讽：“呵呵，你们可真不愧是父子俩，同样的招数，当爹的用完了，还能传给儿子，真是够不要脸的。你是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送给阿姨的那些所谓的价值千万的珠宝首饰，就没一件是真的。不知道从何时起，未来婆婆已经站到我和婷婷身边，我们3个冷冷地看着对面瞬间变了脸色的来家父子。我直接点开了手机另一段录音：“爸，女人真好骗，难怪我妈被你骗了30年。”来同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紧接着就是来父的声音：“那当然，你妈整天把那些玩意儿当宝贝，还说要留给儿媳妇，她到死都不会知道，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真的早就被我藏起来了。前些日子，我借着观赏珠宝的名义，给未来婆婆那些珠宝首饰拍了照片，全部发给了婷婷，无一例外。来父送给她的首饰全部都是假的，但是发票和鉴定证书却是真的，父子俩用的是同一种手段。
买了真首饰和假首饰，把真首饰的发票和鉴定证书拿出来，放在假首饰的盒子里，然后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婆。我十分不解，来家不是没钱，也没人逼他们送妻子贵重的珠宝首饰，他们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做家？婷婷却和我说：“傻瓜，男人的无耻是没有下限的。丈夫买了首饰赠与妻子，那就是妻子的私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他们不想给你花钱，只想用虚情假意把你牢牢拴住，让你给他们当牛做马，还能平白多一个爱妻的好名头，何止是一箭双雕啊！”那天晚上，我抱着婷婷哭了很久，一半伤心是因为她怎么可以骗我骗得那么惨，一半庆幸如果没有婷婷，我或许就会和未来婆婆一样，被他们父子无限制剥削。那天之后，我们便确定未来婆婆从来没有针对过我，她是真心喜欢我的，在背后给我使绊子的，一直都是来童和来富。我解脱出来了，也想帮未来婆婆解脱，至少不能让她一直被蒙在鼓里，被欺骗一生。1周前，我就和未来婆婆说明了真相，并且提供了所有证据，甚至提出让她自己拿着那些珠宝首饰去找专业机构鉴定。未来婆婆沉默了很久，也拿着那些东西去做了鉴定。最后，她再次找到我，和我一起策划了今天的一切。来童一下子就炸了，扑上来抢我的手机。你窃听我的通话，唐燕，你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我笑了笑，我怎么会干违法的勾当呢？你非要在我装了监控的屋子里打电话，被监控录下来了，我也没办法呀。这段录音其实来的有些意外，那天来童来找我，扭扭捏捏说了很多他有多爱我，他们家给的彩礼有多丰厚之类的话，话里话外都在试探能不能多加些陪嫁。我对他的贪婪早已心知肚明，便顺着他的话说了我爸妈对他的诚意很满意，想要追加陪嫁一套价值1000万的房产，顺便还陪他喝了点酒。在我离开后，得意忘形的来童给他爸打了这个电话，还因为喝醉了听不清，竟然开了公放。而来富也真的肆无忌惮地说出了一切，可能真就是老天爷都看他们不爽吧。虽然我们已经搜集好了证据，但他们父子俩的这番对话却是最无从抵赖的铁证。这段录音一出，所有人看来家父子的眼神都不对劲了。就在这时，警察也终于赶到了。有人报警称这里有人婚姻诈骗，来童来旺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还要把现在那些黄金以及未来婆婆拿过来的首饰一起送去鉴定。来旺，也就是来富，他一下子就慌了，连忙拽过身边的妻子：“倩倩，你说句话呀，那些首饰可都是我这些年仔仔细细给你挑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你不是最宝贝这些首饰了吗？你就甘心让警察这么拿走了？”然而未来婆婆只是很平静地拂开她的手，一字一句道：“你以为我宝贝的是那些首饰吗？”什么？看着执迷不悟的丈夫，未来婆婆摇着头叹息：“我宝贝那些首饰，只是因为那是你送给我的，我看中的，一直都是你对我的那份心。结果这份心居然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哪怕这些首饰是真的，我也不会再要它们了。”一模一样的话，我在3天前就听过了。未来婆婆是魔都本地人，年轻时家里拆迁，分了好几套房子，后来房价涨得很，做火箭似的。她一个普通人，早就成了千万富婆，然后就被来富看上，疯狂追求，一上来就送了所谓的祖传手镯。她被来富所谓的真心感动，拿出财富帮着来富创业，挣下一份不小的家业。而这么多年来，来富也对他一如既往，
每年都送各种珍宝首饰给他，结果临了才发现，珠宝首饰是假的，真心也是假的，就连亲生的儿子也跟着禽兽父亲一起骗他。这个温柔善良的女人一边苦笑着流泪，一边下定了决心，我们一起合作，拆穿这将近30年的骗局。被送回去的那批珠宝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和婷婷说的一样，都是假的，全部都是价值100-200的水钻人工宝石便宜货。那些金子看似豪华，但专业人士不用上称，光拿在手里就感觉到了重量不对。溶开一看，全部都是金包银。我帮助婆婆收集了这些年来丈夫一直欺骗她的证据，并且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发现未来公公买假货送人还买了不止一次，大概有60%的首饰他都买了双份。那另外一份假货去了哪里？再说了，前2天带你回家，你觉得咱妈对你的喜欢是假的吗？我甚至养了10年之久，但是她对小三也没什么真心，没名没分吊着人家10年，送的珠宝首饰还全部都是假货。至于那些真货，全部藏在她位于郊外的一栋别墅里面，那是她挪用公司公款买的房子，记在自己名下，只告诉了来同，连妻子都没告诉。婷婷依靠人脉找到了专门负责婚姻财产方面的律师，看完资料后，律师说帮她离婚没问题，甚至还可以争取一大笔补偿。我看向未来婆婆，或者说是沈阿姨，询问她的意见。这个上了年纪，为爱情和家庭付出了所有的女人，只是坐在那里，脸上无喜无悲，最后只是站起身来，向我真挚的道谢。我想，她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抚平这段内心的伤痛。婚姻中的诈骗很难界定，但婷婷找的律师确实厉害。来富作为主犯，诈骗金额巨大，被判10年有期徒刑，并按照法定赔偿返还给沈阿姨。来同作为从犯，由于涉及金额不大，诈骗行为尚未成立，处以1年有期徒刑和一定数量的罚金。沈阿姨也成功和来富离婚了。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婷婷作为珠宝鉴定师，在自己的珠宝鉴定账号上发了好几个教大家鉴定真假珠宝的教学视频。结果真有不少爱好首饰珠宝的姐妹们查出自家丈夫或者男朋友送给自己的东西竟然是假的，她们当机立断分了手，不给他们做第2个来同的机会。来同父子在网上被作为婚姻诈骗中的经典案例被大肆报道，彻底社会性死亡。就算1年后来同出来了，也只能独自面对空空荡荡被拍卖的家。我和婷婷认沈阿姨当了干妈，不需要相互送什么昂贵的礼物，有时间聚在一起喝喝茶，讨论当下流行的衣服首饰，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果然很处得来，虽然做不成婆媳，但做母女也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做了家庭主妇后，老公每天给我发30元伙食费，不是我自己的，是全家，1天3顿，每顿4菜1汤，要有荤有素，吃得不好，账目不清晰，第2天连30都给不到。我被逼的只能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遇上感冒发烧，要么买药不吃菜，要么靠免疫力硬抗。看着1米多长的婚后生活费使用条例，我终于醒悟，什么狗屁打卡记录，老娘我不伺候了。你在某多多1毛钱抢的青菜怎么不打卡？1毛钱不是钱，你整天在家享福，真以为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还有那个1分钱抢的蒜头，今天共计缺了2次打卡，菜钱没法报销，这个月的水果也取消了。
老公反复核对着打卡记录和消费支出，以2次缺卡为由拒绝报销今天的菜钱，甚至还取消了1个月才买1次的水果。我卑微地抿着唇，划出手机递到他面前。这1毛01分是某多多给的红包奖励，我是从这里支付的，就没打卡。但是其他菜我都做了详细记录，有哪个菜市场哪个摊位购买，具体支付金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信你看打卡照片。听到我的解释，他不屑地嗤了一声：“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你不打卡就想报销，其实是在试探我，对吧？万一我哪天疏忽了，就给你做假账的机会了。”心头涌上一股酸涩，我拼命控制着情绪。我没想过做假账，这1毛01分我可以解释的。行了，别在我耳边念叨，烦不烦？以后把你这些没用的小心思都给我收一收，有这聪明劲都用在菜市场里，看看怎么能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听着老公千篇一律的教训，我双手止不住的发抖。不要说了，我知道了，今天的菜钱你扣吧，水果也不用买了，你休息吧，我去做饭了。我刚进厨房，客厅里就传来了老公的声音：“今晚我要吃红烧猪肘，多盐少甜，记得控制葱姜蒜用量，拿刻度称量一下，免得多了浪费，少了不香。自己把握好尺度，弄好了记得摆盘，别用生菜，菠菜便宜就用菠菜吧。要是弄不好，明天的菜钱就减半。钱钱钱，张口闭口都是钱。现在只要听到钱这个字，我胃里就止不住地上涌。尽量用最少的水把菜洗干净啊！这个月的水费又比上个月多了好几块钱。”他说完，我就听到了哗啦哗啦的洗脸声。洗个脸，他洗了很久，一瞬间怒火上头，无数话同时涌到了嘴边。我想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想骂出这个世界上所有恶毒的话，但最后我还是硬生生地忍了下去，因为我只是个全职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我过着手心向上的日子，我只能忍。好，我知道了。应下的这一刻，我内心无比苦涩。想当年，我也是炙手可热的高材生，却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就迈进了婚姻的牢笼，把自己糟践成了这般。新婚后，老公哄着我辞了工作，做了家庭主妇。我做家庭主妇的第1天，老公给了我一沓纸，这些纸用胶带连接，抖开足有1米长，标题是宋体加粗大字婚后生活费使用条例。他告诉我，婚后一切开销都要按条例进行，所有支出需在软件上打卡，由他审批。审批通过后可发放当天生活费，如果审批不通过，不仅要扣除当日生活费，还要扣除1月1次的水果奖励。看着长长的条例，我内心崩溃。老公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哄着我说，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将来要孩子打基础。生活不富裕，怎么要孩子？我喜欢小孩，所以点了头。我原以为他不会太苛刻，没想到他却一板一眼地按章行事，一点情分不讲。每日审批打卡记录时，我就像监狱里等待释放的犯人一样，整个人卑微到了极致。然而，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我们每天的生活费却只有30元，这还是最高额度，要保证菜品荤素搭配的那种。早餐要保证每顿1个鸡蛋，1杯牛奶，确保营养均衡。午餐要有荤有素有汤，4个菜1个都不能少。而晚餐则要吃面食，无论是配汤还是配菜，都要有荤腥。他按照当年菜价肉价定下条例，却从未想过价格的波动。这些年来，肉价大大上涨，生活费早就难以支撑。
然而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我算过，只要你分配合理，我们的生活费不仅够，还能比现在生活得更好。你觉得生活费不足是你自己能力不行，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如此强压下，我只能每天不停地往返菜市场，企图买到最低价的肉和菜。日复一日，我真的累了，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时，耳边又响起了老公的声音：“隔壁应该是在炸肉丸，香死了，明天你也弄点。”听到这话，我只觉得一座山压在了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了。最近肉价越来越高，菜里有肉已经很奢侈了，他居然还要吃肉丸子。没听到我回应，他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你聋了？和你说话你没听到吗？”大手拉住我的衣领时，一阵窒息感传来。老子累死累活地赚钱，吃个肉丸子还要被你摆脸色，怎么？时间长不挨打，皮痒了是吧？听着他的话，无数画面疯狂涌向脑海：他的拳头，他的脚，他手边的烟灰缸，以及浑身是伤的我。我被吓得发抖，但那只大手却勒得我发不出声音，只能连连点头。看到我点头，他像是变脸一样，又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老婆，我每天工作真的很累，你在家这么享福，就别给我施压了，行吗？打个巴掌，再给个甜枣，这是他惯用的伎俩。而我就被这么蹩脚的手段缠住了。我应了一声，他像是丢掉肮脏的玩具一样，一把把我推到了一旁。或许是受了惊吓，我当晚发起了高烧，疼痛难忍之际，我叫醒了他：“我发烧了，你能去给我买点药吗？”听到我的话，他一把甩开我，不耐烦地翻了个身。我瑟缩在一旁，本想忍一忍，但温度实在太高，我已经受不了了。老公，我实在太难受了，你去帮我买点药吧。我话音刚落，他一脸凶狠地起身：“大晚上的发什么疯？一个发烧而已，还能死不成？我真的太难受了。”说完，我眼前就开始发黑。我似乎又喃喃了几句，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他终于骂骂咧咧地下了床。他走后，我越发难受，只能依靠本能不断地喝热水，物理降温。在我意识回笼时，他摔门走了进来，把一个袋子摔到了我身上。大晚上的，走了这么多家才找到最便宜的退烧药，我真是欠你的，赶紧吃了把卡打上，你的花销记在明天的生活费里。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紧，退烧药也包含在生活费里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什么？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我是替你着想才买了最便宜的退烧药，你还想免卡？做梦呢！可是免不了，你再敢啰嗦一句，小心我不客气。看到他目光发狠的模样，我不敢再多发一言。或许是因为发烧的缘故，给他做了早饭后，我不知不觉的又睡着了。这一睡，竟然错过了菜市场价格最便宜的时候。想起他昨天说的肉丸子，我赶紧冲向菜市场的肉摊，结果冲得太猛，快到肉摊时，我脚下一软，径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看到我摔倒，肉摊老板被吓了一跳，赶紧扶了我一把：“你没事吧？是不是我放在旁边的木板把你绊倒了？”此时我头晕眼花，但还是和老板解释了句：“不是木板，是我自己摔倒的。”老板似乎没听清，拿起一块肉就递给了我：“实在抱歉，是我的疏忽，这块肉送你了。”看到老板递过来的肉，我本想解释，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昨天买了退烧药，现在我口袋里只有10几块钱了。我要不拿这块肉，今天肯定没法交差了。天人交战许久后，我接过了老板手中的肉。老板，不是木板把我绊倒的，
是我自己摔倒的，这块肉算我欠你的，以后我会还的。”听到我的解释，老板叹气摆了摆手：“都是老顾客了，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你人没事就行，一块肉而已，不用还了，送你了。”听到这话，我眼眶一酸，连外人都知道我过得不容易，偏偏他不知道。老板，我一定会还你的。执拗地给出承诺后，我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肉摊。趁着老公回来前，我终于炸好肉丸，摆上了4菜1汤。一天的体力在此刻消耗殆尽，我疲惫不堪。结果刚坐在沙发上，门就开了，没看到我回来了，把我拖鞋拿过来，看着离他仅有半步之遥的拖鞋，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不太舒服，你自己拿一下吧。”听到我的话，他不悦地皱起眉头，整天不是这不舒服就是那不舒服，真拿自己当千金小姐呢，连个拖鞋都拿不了，我娶你干嘛？听着他口中的骂声，我心底涌上几分苦涩。恍惚间，我想起刚结婚那阵，那时我还在工作，某天加班后，他捧着鲜花接我下班，我撒娇说累了，他便从公司一路把我背到家。开门后，我就站在他现在的位置，他半跪在我身前，笑着给我换鞋。他说：“小公主，奴才给您换鞋了。”我笑着拍他，天真的问：“你能给我换一辈子鞋吗？”他仰头看我，满脸认真地说：“这辈子你都是我的小公主，能为你换一辈子鞋是我的荣幸。那你能爱我一辈子吗？一辈子哪够？我要爱你3生3世。”他牵着我的手吻了一口，我便信了他的鬼话。可自从我当起全职家庭主妇后，一切待遇就都变了。耳朵聋了吗？老子叫你拿鞋，你没听见？一声怒吼刺着耳膜，我被吓得一抖，曾经的美好也随之烟消云散。我看着他，只觉得他极为陌生。我机械般地走过去，把拖鞋递到了他脚边。我像他从前看我那样的仰头看他，突然问了句：“你还爱我吗？”听到我的话，他嘲讽地大笑出声：“爱？你缺爱缺疯了吧？你一个黄脸婆，还以为自己是恋爱中的小姑娘呢？你见过哪个渔夫钓上鱼后还喂鱼饵的？”异想天开，听到他的答案，我原以为自己会心痛，可我摸摸胸口，那里只是空洞洞的，并不疼。原来我早就知道他不爱我了，此刻不过是得到验证罢了。这一刻，我竟莫名觉得心里有些轻松。吃饭吧。看到桌上的饭菜时，他突然变了脸，转头看向我，眼里尽是凶狠。我不明所以，他的大手却牢牢钳住了我的胳膊，随着他用力一拽，我腰部猛地磕在餐桌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桌上的肉哪来的？我买的。打卡记录呢？拿出来我看看。我把记录递给他，他从头看到尾，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反手给了我一巴掌，啪的一声，打得我眼冒金星。因为生病，我本就虚弱，如今再挨上一巴掌，我险些没昏过去。然而他完全不顾我的状态，一把薅住了我的头发。5块钱1斤的肉，你爹卖给你都不是这个价。我昨天警告过你，别在打卡记录上动手脚，结果你今天就犯，你是不是不把老子的话当回事？你什么你？扣除你昨天的买药钱，今天的菜钱根本不够买这桌菜的。你是不是和那卖肉的有事？我没有，这是我赊来的。为了自证清白，我只能如实道出。没想到，实话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一巴掌。你们要是没事，他能把肉赊给你。我看你真是为了点荤腥不择手段了。走，去找那卖肉的。我的头发被他抓散，鸡窝似的顶在头顶，眼圈上挂着青紫，嘴角上挂着淤青，活脱脱的像个小丑。然而
他却不顾我生死，一路拖着我出了家门，把我拽得左摇右晃，像是要散架了一般。一路上，我不断求他别去对峙，告诉他肉是我讹来的，让他给我留些脸面。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戏谑地看着我说：“你可真是不要脸！”为了他什么话都说得出。说完，他又狠狠甩下一巴掌：“敢红杏出墙，今天老子就给你点教训，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我被这一巴掌打倒在地。他就这么硬生生地把我拖到了肉摊。菜市场即将关门，此时菜价低廉，市场里人声鼎沸，基本每个摊位前都站了不少人。他拖着我走进菜市场，瞬间就引来了无数目光。众多目光下，他把后背挺得直直的，好像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了一样。卖肉的，就是你和我老婆有染。他这话一说出口，窃窃私语声立马响起。卖肉的老板黑了脸，指着他说：“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老婆就是我老顾客而已，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难听了？你问问在场的各位，哪个不是我老顾客？他们都是你老顾客，你给他们的肉价也是5元一斤吗？”一瞬间，众人纷纷八卦。老板砰地砸了下桌子，吼道：“我的肉一直是明码标价的，什么时候卖过5元一斤？”老公拿出我的打卡记录，还转着给周围人看了一圈。众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老板一把扯过记录，看过后皱起了眉：“哪有5元一斤的价格？那块肉是我给他的，你凭什么给我老婆肉？你要是对她没意思，你会给她肉，你怎么不给我？你放屁！你吃得膀大腰圆的，还想白吃我的肉？我是看你老婆可怜才给她的，我老婆用你可怜，我看你就是看上她了。”说着，他眼睛还在老板身上转了几圈。你们不会已经发生什么了，所以才给他白吃吧？怪不得他天天往菜市场跑得这么勤，原来是因为你。说，你们背着我搞在一起多久了？听到这话，我拼尽全身力气猛地起身。你住口！这块肉明明是我讹来的。我在肉摊前摔倒，老板以为是他放的木板把我绊倒了，所以给了我这块肉。其实我没绊到木板，是我自己摔倒了。因为你只给我10几元菜钱，却要吃肉丸子和4菜一汤，我做不到又怕挨打，所以才讹了老板的肉。我一股脑地把真相说出口，还疯了似的扒开头发，让众人看到我的伤口。我买不到肉你打我，买到肉你还要打我，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打死我才能满意？我一把夺过老板手里的刀，用力塞到他手中。来呀，打死我，打死我就解脱了。他似乎被我的模样吓到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冷静。我告诉你，你别逼我，你是我老婆，我就是杀了你也不犯法。说着，他竟真的朝我靠近了一步。我万念俱灰，满脑子都是和他同归于尽的想法。我盯着他的眼睛，直直地向前走了一步。既然你折磨我是为了要我的命，那就杀了我吧。这种日子我过够了，要么你杀了我，要么离婚。听到离婚这2个字，他蓦地变了脸色。你就是个趴在我身上吸血的寄生虫，你也配提离婚？想死是吧？我成全你。看到他举起的刀，我反手摸向后背。就在我握住刀柄准备动手时，肉摊老板突然冲过来，手持砍刀拦在了我面前。敢在我摊位前杀人，我看你是活腻了，只会打老婆的畜生，今天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老板举起砍刀，手里的刀作势就要往下落。老公脸色一白，竟直挺挺地跪了下来。别杀我！听着他发抖的语气，我只觉得可笑。我一直以为他很暴力，现在看来并不是，他只是把暴力都发泄在我身上了而已。除了我，
他不敢对任何人动手。奶奶的，闹事闹到老子摊位前了，你还想让老子收手？你做梦！老板又吓唬他一下，他竟砰砰地磕起头来。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我老婆而已，并不是真心想找茬，求你饶了我吧。看着他这副怂样，老板可怜地看了我一眼。大妹子，你想咋办？我想离婚。我毫不犹豫地说出这话，却引来了所有人赞同。离婚就对了，跟着这种男人是要倒8辈子霉的。跟他离婚，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众人越说越气，捡起菜叶就往老公身上丢。他跪在那一动不敢动，怕得浑身发抖。老板问他：“你离不离婚？”他紧紧咬住后槽牙，恶毒地看了我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不清不楚的字。这时，一个戴金丝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男人来到我身边。“你好，我是律师，你的离婚官司我可以免费帮你打。”看着他递过来的名片，我感激涕零。我知道老公不会轻易放过我这个免费保姆，但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我必须离开他。律师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我点点头，来到老公身前：“求你了，放过我，我们离婚吧。”“你做梦！”他咬紧后槽牙，在我耳边说了这几个字。我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他脸上。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想都没想，反手就向我抽来，啪的一下，我直接晕倒在地。死人了！快来人救命啊！有人突然喊了这么一句，老公当即就慌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拔腿就往菜市场外面跑。出院后，我正式入职律师事务所，是那天在菜市场对我伸出援手的金律师帮忙引荐的。我有学历，有能力，唯独缺乏工作经验，所以他让我从助手做起。而我研究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我自己的离婚案。我提起了诉讼，但他并未到场，他打定主意要拖死我，所以无论我用什么办法，他一概不回应。我被卷在婚姻这个漩涡里不断起伏，让我时时生不如死。就在我的邮件再次被拒时，我情绪有些崩溃。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我第1个月的工资到账了。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我心里的愤懑突然散了一半。关掉电脑，我独自上了街，换上新装，戴上曾心心念念的那款手表，买杯奶茶。我吃遍了整条小吃街，腹中的满足感阵阵传来，竟让我有些恍惚。原来能吃饱饭是这种感觉，吃遍整条小吃街也只需要200元而已。我不需要打卡，不需要焦虑，卡里的余额可以任我支配。原来没有男人的日子，连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一刻，我下定决心摆脱渣男。他不是想让我死吗？那我就让他生不如死。在安保公司雇了几个人，我直接找上了门。看到我，他笑得满脸得意。怎么，在外面活不下去了？想找我认错，继续给我做婢女了？听到这话，我满脸冷笑，将手里的文件重重地甩在他身上。杨军，你听好，房子是我买的，现在请你滚出我家。一沓纸张散落在地，他却只死死地盯着我。张淼淼，你别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的是你。我限你现在马上给我滚！我说完，他瞬间扬起了巴掌。我往后一退，身后的人立马冲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腕，狠狠一甩，直接把他摔到了门框上。几个彪形大汉守在我面前，他一下就怂了。我上前一步，狠狠地朝他啐了一口：“恶心的渣子，给我滚！”他怒得涨红了脸，但却不敢多发一言，转身回去收拾东西了。我跟着他一起走进卧室，他突然关上门，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拼命挣扎，但力气却远不如他。
他笑得狰狞，一拳砸在了我小腹上，一瞬间，红色的血液顺着我小腿流下，他慌了，不住的后退。外面人冲进来，赶紧把我带了出去，顺带把他和他的东西全部丢了出去。关门的那一刻，我淡定地用纸擦了擦腿上红色的人造血浆，嫌弃地丢到了垃圾桶里。警察来时，我拿出刚才卧室的视频以及之前的视频，全部交了上去。得知他被抓进去后，我重新拟好邮件，但不再发给他，而是发到了他公司。他一向爱装老好人，那我就亲手撕下他的面具。邮件里，我将他的所有罪责一一细数，并附上了无数照片佐证。做完这一切后，我买了一些动物内脏，血淋淋地放在了纸箱里。好戏即将开场，只等着他亲眼见证了。他被关押时，我在某平台上注册了账号，我一个视频没发，只疯狂买粉，用了几天，投了不少钱，账号才算养成。他出来那天，我接到了中介的电话，姐，确实有个像乞丐一样的男人来了，已经被我们打出去了。听到这话，我高高扬唇，他被打出去了，无处可去，肯定会去公司宿舍，但那还有一场大戏等着他。很快，他公司的前台女孩给我发来了视频，姐，他真来了，没想到他还真有脸来。公司门口，他被保安拦住，正面红耳赤地争执着什么。女孩为了让我听清，特意往前凑了些。视频里，身穿西装的男人高声道：“你这种社会的渣子根本不配留在我们公司，你不仅被开除了，还被全行业封杀了。”听到这话，他一屁股跌坐在地，整个人落魄至极。这个工作他做了10几年，倒也算得上勤奋。离婚前他升职在即，整个人都容光焕发。可现在，他像丧门狗一样被拦在外面，还被全行业封杀。这些年来，他只有这一门吃饭手艺，被全行业封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吃不起饭了。很快，我再次得到消息，他终于走投无路，回老家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带人直接去了他老家。车刚停下，他们一家人就疑惑地走了出来。看到我从豪车上下来，他极度地红了眼。然而，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把装有内脏的箱子重重地扔到了他面前。公婆不理解，打开看了看，闻到腥臭味，他们嫌弃地推开很远。这是什么东西？你来不拿礼物就算了，就拿这烂货糊弄我们。听到这话，我冷笑连连。烂货？这可是你们的孙子，你们家的后也算是烂货吗？我说完，他们直接懵了。我走上前，拿出那段视频，完整的播给他们看。看到他一拳砸在我肚子上，鲜血顺着大腿横流时，婆婆嚎啕大哭，一下又一下的拍在她身上。真是造孽呀！她怀孕了，你怎么能动这么重的手？我可怜的孙子哟！公公也抹着眼泪，指着他破口大骂：“你想打老婆也要分个时候啊！好好的孩子被你打没了，你让我怎么和列祖列宗交代啊？”两人之间，他也傻眼了。我不知道她怀孕了，看向我，眼里竟破天荒的有了几分歉意，但很快就变成了恼怒。你知道怀孕还惹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冷笑更甚，把2份体检单摔到了他们一家3口面前。都是成年人了，一点责任都担不了，你也配当爹？不过你也没机会当爹了。这是你的2份体检报告，一份是1年前的，一份是1个月前的。我好心帮你从公司取回来了，自己看看吧。什么？你居然不能生育了？这怎么可能？我有了儿子，怎么还会断子绝孙？听着二老的话，他抖着手，拼命地摇头。不可能，这不可能。看着他逐渐疯癫的模样，我笑得开怀。公司体检，
没人能做得了假。1年前你得了弱精症，我为了保护你男人的尊严没告诉你。1个月前，你的弱精症变成了死精症，你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废物。而这个箱子里，则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孩子。看着箱子里的那团血红，他疯了似的扑上去，抱着箱子大哭。看到他这样，我心底极为畅快，连个真正的男人都算不上，还想拖着我不离婚，做梦。对了，你还没告诉你爸妈你被辞退又无家可归的事吧？什么？不是说要升职了吗？怎么又被辞退了？房子呢？你的房子呢？看着婆婆激动的模样，我轻轻勾了勾唇，我要和她离婚。我婚前买的房子自然是我的。至于你儿子，他不仅被辞退了，还被全行业封杀了。还有，他可是刚从警察局被放出来哦。你儿子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你们好好聊吧。我说完，婆婆直挺挺地倒下，我没理会，转身就走。来到村子最热闹的地方，我把她的罪证打印出来，一张张地发了出去。她回到这，不就是想找个安身之处，给自己留条退路吗？那我就让她再无安身之处，因为她这样的人，值得所有人唾弃。接过我手上的纸后，村里的情报站直接炸了，众人奔走相告。我还没离开，他这些事就传遍几个村了。我无心再听他们八卦，回到了公司。金律师递给我杯咖啡，笑着挑了挑眉，做得不错。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这个时候再提诉讼，他已经没有后路了。这个案子算是你自己打下来的，崩溃的边缘，那怎么行？我得亲手把他推下深渊才行。听到我的话，金律师皱了皱眉。我们是律师，不是流氓，做事是要遵守法律的。你别太急，反倒害了自己。放心，我做的一切都合规合法，就是要亲手把他推向深渊。看着我眼里浓浓的恨意，他只能无奈点头。当天晚上，我登录了那个养好的账号，把事先做的视频一股脑地发了出去。果然，养好的账号流量不错，视频一发出去，热度立马就爆了。声声指责下，有不少他的前同事出来作证，证明他就是个伪善的人渣。出乎我意料的是，菜市场的肉摊老板和当时的围观群众也刷到了这条视频，并在这条视频下说出当天情况，为我撑腰。一瞬间，我只觉得眼眶红红的。我一直以为我背后空荡荡的，空无一人，没想到我身后有一堵厚厚的人墙在支撑着我。我翻看着那些评论时，视频热度突然疯狂上涨，断崖式的甩开了热榜第2。我有些惊讶，却发现是有人为我买了流量。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律师。法庭上，警察和法官一起到场，金律师为我辩护，让我赢了个彻彻底底。法院判离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如释重负，仿佛压在身上的巨石被移除了一样，整个人都轻松无比。离婚案判完，他当场被戴上了手铐，因为我的视频里曝光了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不仅是家暴，更是杀人未遂，而眼下等待他的是10几年的刑期。被带走的那一刻，他扑通一声跪在我脚下，痛哭流涕地求我：老婆，求你放我一马，我保证以后滚得远远的，绝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我求你了，给我条活路吧。听到他的话，我笑颜如花。我也求过你，但是你没给我机会呢。我知道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他用戴着手铐的手疯狂扇着自己巴掌，声音啪啪响起。我只觉得极为畅快。不行呢，我饶得了你，法律可饶不了你。你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家庭主妇了，我是个律师。我站直身子，
拍拍身上的职业套装，冷眼看向他：“你已经社会性死亡了，留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遭人耻笑吗？与其被当作笑柄，还不如进去好好改造吧。10几年而已，出来后你依旧是个一无所有的老光棍，你的好日子还没来呢。”勾起唇角，我飒爽离开，他哭喊着求我，我只当听不见。好不容易甩掉的人渣，我但凡再动一点恻隐之心，我都不该活在这个世上。走出法庭，站在阳光下，我大口地新鲜着呼吸空气。这一刻，我觉得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金律师站在我身旁，眼含笑意地看着我：“恭喜你。”“是啊，恭喜我逃脱苦海，我终于重生了。”重生的张律师想不想找个男人依靠？听到他的话，我冲他眨了眨眼：“别靠近男人，靠近男人会倒霉的。尽量用最少的水把菜洗干净啊。这个月的水费又比上个月多了好几块钱。”我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投身于工作。我从助理做到普通律师，从普通律师做到金牌律师，又从金牌律师做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把事务所做成了行业招牌。这几年来，我身边换了不少人，唯独金律师一直都在。他看着我手里的孩子，上万次地问我：“孩子都生了，你还是不肯和我结婚吗？”我看着他，给出了和从前一样的答案：不能靠近男人，靠近男人是会倒霉的。不过谢谢你给我这个孩子，孩子我收了，你就另寻高明吧。我上万次的拒绝他后，牵着宝宝的小手一起离开。我们刚出门，就看到一个被车撞倒的环卫工，他似乎伤得很重，整个人都躺在血泊中。有人说他的胳膊和腿都断了。我急忙捂住宝宝的眼睛，想要匆匆离开。和车祸现场擦身而过时，我总觉得有道目光一直在盯着我。下意识地看去，我看到了躺在血泊中的他。没错，他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头上也在涓涓流血。他认出了我，手指一直指着我的方向：“妈妈，你在看什么？”听到宝宝稚嫩的话，我把他的眼睛又捂严了些。妈妈在看一些肮脏的东西。妈妈不要看肮脏的东西，我们一起看美好的东西吧。好啊，那我们一起向前看，前面一路繁花，有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我带着宝宝大步离开，去看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